在嘉庆人生第一次秀女大选中，他看中一个高门女子，过后呢，不是将其纳入自己后宫，而是将其送给了乾隆老父亲。这个女子只有13岁的年纪，而太上皇乾隆已经88岁高寿了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女子半年后就守寡了，而且长达20多年。嘉庆皇帝为何要进献一个少女给乾隆？这位少女有何特殊之处？带着疑问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件事情还得从1798年讲起。38岁的嘉庆开启他第一次大选，这次挑选上却让他有意外的收获。来自富察氏家族的一位秀女吸引了嘉庆的目光，而且她只有13岁的年纪。他点名要这名秀女，得到她后，嘉庆不是留在自己宫中，而是将其带到了老父亲乾隆面前，献给了他。乾隆看到这位少女后，脸笑开了花，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个礼物。在此之前，乾隆因为缺少陪伴，加上年纪大了，很多事情力不从心，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。他老是多愁善感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眼看着就消瘦了。自从嘉庆将这位少女进献给他后，乾隆每天都在开心中度过。这个少女在乾隆最后的人生阶段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那乾隆为何如此喜欢这位少女？因为她是富察氏的后代。众所周知，乾隆对他的结发妻子用情至深，也就是孝贤纯皇后。她出生于富察氏家族，孝贤纯皇后是出了名的贤惠。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她知书达理，还有一个宽广的胸怀，是女子中的佼佼者。乾隆见到她的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她，两人互生情愫。乾隆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嫁给了她，两人成婚后非常的恩爱。乾隆对孝贤纯皇后的感情非常真挚。乾隆继位成为一朝之君，他将原配富察氏册封为了皇后，本以为能这样一直恩爱下去，但是老天爷不同意。孝贤纯皇后没能过怀孕产子这一关，她的2个儿子都夭折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乾隆对孝贤纯皇后的宠爱还是一点没减少。可是呢，孝贤纯皇后因为2个孩子的离世，心中的悲痛久久挥之不去。30多岁的年纪就离开了乾隆皇帝，她痛心疾首，靠喝酒麻痹自己。孝贤纯皇后的死对乾隆打击不小，自此他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执政方面逐渐懈怠。难过的同时，乾隆为孝贤纯皇后举办了一场十分豪华的葬礼，不惜花费重金。孝贤纯皇后去世的那段时间，乾隆是怎样度过的？很长一段时间，乾隆都走不出来，非常怀念妻子。有时呢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他还会到孝贤纯皇后的墓前诉说，有时还会写诗纪念死去的孝贤纯皇后。乾隆的4万多首诗中，就有上百首是关于原配妻子的，可见他爱得有多深。乾隆到了晚年，尽管后宫有很多的妃子，他还是非常想念孝贤纯皇后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。可是呢，没有人能安慰他，不可能找出一位和孝贤纯皇后相似的人。还真别说，嘉庆就找到了，就是他进献给乾隆的这个少女。当他看到这个少女第一眼，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她和孝贤纯皇后长得极其相似。这个女子送到乾隆身边后，就被封为了晋太妃。她和孝贤纯皇后之所以相似，是因为他们都出生于富察氏家族，而且呢，孝贤纯皇后和晋太妃还是亲戚，有点血缘关系，长得相似也就不奇怪了。所以乾隆看到她后非常的开心。晋太妃能成功被嘉庆皇帝看到，是因为她有一个强大的家族背景，身后是镶黄旗，位列满洲上3旗之首。富察氏家族本就尊贵，而晋太妃所在镶黄旗又是富察氏家族中最尊贵的。这个家族出生的女子，不是做贵妃的命，就是做皇后的命。更何况乾隆皇帝最爱的孝贤纯皇后还是晋太妃的姑奶奶，她的背景十分雄厚。
进宫选秀必然会被皇帝看到，并取得一定的地位。果不其然，出身高贵、长相姣好的晋太妃一下就被嘉庆注意到了。嘉庆把晋太妃送给老父亲，就是为了安抚他思念的心情嘛。其实他有自己的小心思。乾隆退下皇位后，还是掌控着朝政，嘉庆就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皇帝，手中没有任何权力。他在乾隆的控制下过得小心翼翼，生怕犯一点错，皇位上的就不是自己了。为了能获得一些权利，他开始想尽办法讨好乾隆。当他看到晋太妃后，非常的欢喜，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。于是在乾隆88岁的时候，将这位酷似他原配皇后的女子送了出去。就这样，一个妙龄少女成为了乾隆的妃子。其实陪在乾隆身边呢，也还不错，对他是万般宠爱，每天只需要逗这个老皇帝开心就可以了。可是让晋太妃没想到的是，半年过后，乾隆皇帝就驾崩了。乾隆驾崩后，晋太妃怎么样了呢？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守寡人生。到了清朝，已经废除了妃子陪葬的制度，也不会逼迫他们出家为尼。但是呢，他们失去了自由，不允许出宫，但可以在皇宫中安稳地度过接下来的时光。其实这条规定还是挺友好的，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年老色衰的妃子，他们不用再回到原生家族中看脸色过日子。在皇宫中还有一个不错的养老地方，主要是死后还有皇家人帮自己处理后事，此生可谓圆满了。只能说这个规定对年过半百的妃子非常的友好，但对13岁的晋太妃来说，这就是一种噩梦。最好的年纪就要在守寡中度过，她又是乾隆宠幸的最后一个妃。因为乾隆年纪非常大了，和她同房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所以她被特殊对待了。乾隆驾崩后，晋太妃从曾经居住的宫殿搬了出来，被嘉庆皇帝安排到了寿康宫，和年纪较大的太妃居住在一起。13岁的她和这些太妃根本没有共同语言，也得不到他们的接纳。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难熬了。好在嘉庆皇帝会命人时不时准备一些小惊喜给她，有空的时候还会来探望她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应该是出于愧疚吧。每次来看他时都是非常恭敬礼貌的，想到这一幕就觉得有点违和。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子，竟成了一个40多岁人的长辈。就这样，晋太妃在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提前过上了退休之后的生活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也没有病痛的折磨。这样的日子虽然轻松，但非常的无聊。古代又没有什么娱乐设施，虽然日子过得轻松，但他们被控制了活动区域。皇宫中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可以去的，在相对闭塞的后宫中养老也太无聊了点儿。主要是晋太妃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生活充满了无聊和绝望。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，对一个10多岁的人来说，简直太可怕了。在乾隆去世之前，他得到宠幸，自己身后的家族也得到了荣誉和赏赐，家中父亲加官进爵，在朝中有了一定的权力。他们是心满意足了，可后宫中的晋太妃却过着被囚禁一样的生活。嘉庆皇帝去世以后，这些太妃呢又被道光皇帝另作安排。为了表达自己对祖辈的尊重，对他们的位分进行了晋升。晋太妃被升为皇祖晋妃，成为了在世太妃身份中最尊贵的一位。这并没有让晋太妃感到高兴，因为没有任何意义。她没有自由，就失去了一切乐趣。她的生活依旧枯燥乏味，长此以往，她的精神出了问题。众所周知，道光是一个十分抠门的皇帝。他继位后，晋太妃在皇宫中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，有时连饭都吃不饱。所以他40岁就病逝了，足足过了20多年的守寡生活，也太悲催了。